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然后还举了许多名人的例子来作为佐证。但事实是真是这样子的吗？大家好，我是陈丽婷，目前是就读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大三的一位医学生。谈到医学生呢，大家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要学很多很厚的书，像这个书呢，它都已经堆到了天花板。然后这个字数的对比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内科书比2本《三国演义》的书的字数还要多。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期末很痛苦，我们要背很多的书，然后这些知识点还特别的难记，像这个甲氧西林背到最后成了阿莫西林，还有这些很可能就是医学生们在平时做实验的时候拍摄下来的照片，然后做成的表情包。所以很多人就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然后还举了许多名人的例子来作为佐证。但事实是真是这样子的吗？我觉得很多都是刻板印象，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揭开医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神秘面纱。首先是关于学习，我们要学的书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蓝色生死恋》，差不多就是列表上这些吧。但除此之外呢，我们作为大学生还是要学习像物理呀、英语呀，这些基础课程我们也是要学的，所以我们的书籍是只多不少的。再就是我们学习的内容很多吗？我举个例子吧，就拿高中的生物学教材和我们的书籍来对比。高中生物学一共有5本书，就是从高1到高3。我自己的感觉呢，是这5本书里所有的内容加起来还没有我们这个生化书里的2、3章的内容多。再就是我们期末很痛苦吗？我记得我大2的时候，最夸张差不多是3点钟睡觉吧，然后在睡之前呢，我就会泡一杯咖啡，里面加2包的咖啡粉，然后等到5点钟呢，我就起来把它们喝掉，继续学习。然后我们压力很大吗？我觉得这个是看人的吧。像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现在站在上面讲东西，我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紧张的。然后这个秃头呢，这肯定是假的，因为学医的有很多的美女，然后她们不仅长得好看，然后学习还很好。接着是关于实验，就是大体老师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吧。当时在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有很多亲戚会问我，你们看到这个尸体什么的不会害怕吗？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不可能，因为我们这种实验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忘我，跟大体老师脸贴着脸都是会有的，像那种组织什么的会飞溅到衣服上也是很常见的。像我的话，我就有一件毛线上面就沾了挺多尸油的，但是我都懒得去洗。为什么？因为这个大体老师他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嘛，他身上的细菌其实是很少的，反正比我们干净就对了。然后我们对待大体的老师的态度呢是严肃和感恩的。像严肃的话，比如我在这个 PPT 里面是不会放任何一张就是跟大体老师有关的图片的，因为我们规定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拍照的，但是这些照片只能用于我们自己的学习，是严禁传播到网络上的。然后像这块石碑是当时我在做 PPT 的时候去学校现场拍的，然后也不是清明节吧，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在前面放上鲜花什么的，来纪念大体老师。还有在第一次上课之前呢，老师也带领我们向大体老师鞠躬，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像具体的操作流程的话，可能一般的人都不太会知道吧。我们是大体老师呢，是专门放在一个仓库里面的，然后成群结队的泡在一个大池子里面。我们需要上课的时候，就会找同学去把它们捞出来，然后放在这个实验室的柜台里面。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要先把那个大体老师的皮给它剥下来，然后再把脂肪给剔除，然后把血管、神经什么的这些给分离出来。然后作为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还有关于这个福尔马林，大家可能都会有所耳闻，就是它的味道特别的难闻。我们一开始是没有体会的，就是闻到这个味道觉得不好闻而已。直到因为呢，我们这个柜台的它是比较先进的，它那个内壁上有这种通风口，就把这个气体给它吸走了很多。
直到有一次他这个柜台坏掉了，然后我们就被这个东西给他呛得眼泪鼻涕直流，一边流眼泪一边还在那边切。然后最后是这个后续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如果你把一块小小的组织随便丢进垃圾桶里面，你肯定会被老师骂，因为我们这些组织什么的都是需要集中起来，后续进行火化的，就是不能随便乱丢的。接着讲一讲遗体捐赠吧。这个是当时我发的小红书，我就第一天去参加这个大体实验之后呢，就回去就在这个公众号上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然后就进行了遗体捐献。这个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用于医学教学用的大体的资源其实是非常少的，像我们做实验的话，差不多一大组人才能够分到半具遗体这样子，所以就鼓励大家去遗体捐赠一下。我们的动物实验呢，一般都是用一些兔子啊、大鼠什么的，其中这个麻醉实验是最难的。就是我们这些医学生吧，操作就比较差劲，然后有好几个男生一起逮住一个兔子，然后再给它打针，然后那个手还抖得跟帕金森一样。如果这个兔子不小心麻醉用过量了，它可能就死掉了，然后你就要0分了。这个是微生物和免疫实验的图片。这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头发拔下来做的这个毛囊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景象。然后这边呢是把这个毛囊里面的细胞在染色了之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有丝分裂。这个像小虫子一样的呢，就是观察到的染色体。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吧，但是如果要想拍到这么清晰的照片，那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这个实验是做得很成功的。接着讲一些抓马的瞬间。这个手是我的，上面贴了许多的电极片。当时我做实验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是通过电流刺激神经，然后观察手部肌肉的抽动嘛。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了我妈，然后我就继续做实验去了。结果后来看她给我发了好多信息，怎么了？原来是她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被送到医院去了，所以贴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像这个验孕棒的2条杠，当然这个不是我的，其实这个是用一个母的怀孕的兔子的尿液测出来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人的验孕棒也能给兔子用。然后这个后面这些检验科的医生，他对病人说谎，为什么呢？这是当时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他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一个人在医院里值班，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位男病人，拿着一个报告单让他看，然后他说：“医生，你帮我看一下，这单子上面是什么呀？”然后他看了一下。是一个精子的检测报告单，上面显示存活率0%，然后他就想，这怎么办呢？这大半夜的，家属都不在旁边，万一人家想不开就跳楼了怎么办？然后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跟病人说：“其实我看不懂这个报告单，你还是找别人去。”然后这个 B 超课上检查到了癌症，这个也是真的。就是当时在做 B 超的颈部检查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直接在实验课上查出了甲状去做了手术。这个测血型的故事呢，是一个同学他在实验课上做测血型的时候知道了自己的血型，然后他就哭了。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好的。然后那个同学就说，我可能不是我爸妈亲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爸妈的血型，但是他这个血型是他爸妈生不出来的。比如说2个 O 型血的父母，他不可能生出一个 A 型血的小孩，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就我们在上课经常就会碰到这些有趣的事情。那关于日常呢，其实我们也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我们会出去吃喝玩乐什么的，进行一些社交。然后我还会参加一些实验。这个照片呢是我自己当时在参加基础医学技能大赛的时候赛方给拍下来的。因为我的操作比较的熟练，所以当时我是全场第一个做完的。在我做完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还找我确认了好几遍，说你真的做完了吗？然后我出去等了好久，第2个人才做好了出来了。我感觉这些事情都能吹牛吹一辈子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像我这一学期其实是非常忙碌的。我刚升为了预备党员，然后是志愿者协会的干部，
作为2个志愿者基地的负责人，参加了3个大型比赛，进了实验室，一边在发文章，还有名下还有一家公司。所以就因为太忙了，事情太多了，我就有的时候会翘一些课，然后也感觉精神萎靡吧。做事情也总是出错，所以我一打开书本也感觉挺迷茫的，也学不进去。然后所以呢，我讲今天这个主题，一方面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医学生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我这3年来医学生活的一个归纳和总结吧。我最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当初为什么学医呢？一个医学生他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他需要经过5年的本科、3年的研究生、3年的研究生、3年的博士，还有3年的规培，一共是14年。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有多少个14年呢？而且还是在我们青春的最宝贵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热爱选择医学这个职业，它让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然后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信仰。这张图片呢是白求恩，其实他不仅是一位医生，他还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生呢都在为人类谋幸福、治病救人中奔波。其实我对追星什么的不怎么感兴趣，但是白求恩是我的偶像。我现在呢是一名医学生，一名预备党员，在未来我也会成为和他一样的人。这是医学生誓言，在当时我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带领着所有的同学宣誓这段话：健康所系，相托，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在我眼中，医学它不仅是一个职业，它更是一个事业。职业和事业有什么区别呢？职业它是我们用来赚钱养活自己的，而事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践行、去完成的使命。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学医你后悔了吗？我的回答是，我不后悔。谢谢大家。